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张宏陆委员、黄伟汉先生、赖士葆委员、游淑慧议员、陈婉慧委员、李学月理事长。大家好。好，那么美国川普大刀一挥那生意人完全讨价还价，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昨天突然宣布延长墨西哥30天。他跟墨西哥的这个总统也通了电话墨西哥答应派1万个兵到边境替他守住移民1万个兵不少那尤其如果美国派1万个兵的话，花费很高所以呢，川普很高兴，延期你3个月，看你这个月的表现，抓了多少移民、非法移民，赶走多少非法移民然后呢，加拿大本来在骂他啦，对国歌在那边嘘啦。加拿大要对美国课25%的这个1000多亿美金的关税等等，川普跟加拿大杜鲁道总理通了电话以后说，我也延期他30天，因为他答应要跟我们联合组织边境的什么力量啦等等反正就阻挡一些非法的活动等等。然后川普说24小时内要跟中国通电话然后呢就宣布要对中国加10%的关税那中国立刻呢反击，有些呢。这个加15%关税，有些加10%关税，我们看一下。But the tariffs are going to make us very rich and very strong, and we're going to treat other countries very fairly. It'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words in the dictionary. Really is. 美国高关税生效前夕，一通电话按下暂停键。How did the call with Trudeau go? Very good. Are you still doing the tariffs? Are you still doing the tariffs tonight? 美国总统川普面对记者追问，简单回应就转身走回椭圆形办公室。反观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率先在社群平台曝光好消息。加拿大正在实施耗资13亿美元的边境计划，派遣近1万名兵力保卫美加边境，阻止芬坦尼流入美国境内，并将贩毒集团列为恐怖分子，提供2亿美元的支援，打击组织犯罪，换取25%的关税，延期1个月。川普证实2人通话达成协议，但他还是在觊觎屯并加拿大。What I'd like to see Canada become our 51st state. We give them protection, military protection. We don't need them to build our cars. 另一边，墨西哥总统舍人鲍姆也发文证实，他与川普通话，暂停实施关税1个月，而墨西哥将派遣1万名国民警卫队人员，加强北部边境地区防御。川普也预告了，接下来1个月内将与墨西哥进行一场大型谈判，就连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都亲自飞往美墨边境。至于美国对中国大陆的10%关税政策依旧如期上路，而大陆将对 WTO 提出申诉。尽管加拿大与墨西哥获得30天的宽限期，人民却还是相当担心30天内关税政策又会如何变化，极具波动，令市场坐立难安。好，中国大陆已经宣布对美国的煤炭、天然气加征15%的关税另外呢还有一些是10%的关税那川普对加拿大、墨西哥都延30天。对中国为什么立刻开征？会不会延？老师，你觉得？我觉得这个关税战刚刚开始。今天清晨美股收盘其实是黑的，但是是因为他对美国、对加拿大跟墨西哥往后延30天这个盘后的 future 都翻红了，所以这个影响台股才翻红嘛。所以这个影响是蛮大的。川普是一招走天下。关税，他说这个关税 very sweet，这个字太甜了，因为美国买东西多那对他顺差的国家也很多，而且卖的东西卖给他的都很便宜，但是都是美国人民每天生活所必需。你像你跟墨西哥的关税战一开始就是我最喜欢吃的 avocado， 你现在还吃吗？就吃还在吃对身体非常好。这个酪梨跟番茄涨价了。矿产也涨价了。墨西哥产这个东西是啊，它美国也有产，但不够少不够。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关税之战是一刀两刃伤你也伤我。但是川普这个生意人，只要伤你比伤我多，就伤了，这个就可以干了。川普的理想当中他没有盟友，没有敌人，就是每一盘生意分开看，能做就干，不能做改来改去。我觉得他做总统做得很有意思
很忙，你不觉得他很忙吗？而且他做的很有，对啊，他很有意思啊，当然有意思啊。做趣味啊！哦，伊也免管啦，伊家己啊大主大，伊拢会主动啊。你这幕僚拢是我的好啊，你还替我去擦屁股啊！我做的真的津津有味啊！哦，所以他如果错了，就改过来啊！改过来他也不觉得丢脸了。好，所以呢，对墨西哥跟加拿大来讲，他其实是强调的是fentanyl毒品跟那个非法移民，所以呢。出斗跟那个墨西哥的女人总统，他们也很厉害，他们就是顺势而为，就你要这两个，我就给你吧，我们就这个哈，就顺你的意思，给川普面子啊，给上，所以我们各派南北各派1万军人就巡边来哈，那个出斗还答应跟他合作，就联合打击毒品，所以呢，这个。川普这个脸子挂得住的话，他其他有害国民生计、国民生活费用的就暂缓。我觉得他这两个是因为是前门跟后门，是有边界的问题，有走私的问题，有移民非法移民的问题。他跟老中的问题就不太一样了。他对老中是既是经济也是政治。我觉得他对中国跟对墨加。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就说到做到，该加就加啊。然后呢，但是他们同时又要见面，也许又可以缓一缓。但是跟他原来讲的说要60%、70%，那个没有。一起爱大声，爱给龟，爱碰风哦啊！我觉得他每天晚上睡觉都睡得很好，因为刚刚我就搞因为他是天下 No.1 的大国，给他的资源。多到他画这里也跟党，如果你去干，你代表台湾去干，你也干不了，因为你太小了，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喊价。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到底川普4年下来会不会如他所想那么顺心得意？我非常怀疑，不太可能，对，因为这个人的核心价值有问题，这个人的行事作风有问题，这个人最后都会变成亲仇，那敌呢？敌更不快，亲痛仇快所以我觉得我们等着瞧。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是没人了。我们是一个小国，不用讲，我们是没有人才啊。因为川普当放话说台积电我要克100%的时候，我们总统有回应哦，当天晚上就回应了因为当你没有坏的话，人家会骂你。但是那个郭发言人出来讲，哎呀，我们一向合作愉快啊，你看到目前为止都很好啊，何妨继续支持啊？这公安能实作川普最不喜欢这样，他看不起你。川普说，政极关税，政极天下。老沈，台湾不是没有人才，是没有当选而已。怎么是没有嘞？好吧，他派他的那个国务卿到巴拿马。也被吓到了，他本来说要派军队去巴拿马运河巴拿马现在退出“一带一路”了，所以呢就表示跟中国关系不是那么好。你看，至少给川普面子啊，你看看哇，今天传出另外一个消息，把我笑死了。萨尔瓦多已经同意了，也是他国务卿去了。萨尔瓦多已经同意把他的监狱拿出来，新的监狱接纳美国赶走的所有的犯人，包括萨瓦尔多的人，包括其他的外国人，包括美国人。只要犯法被赶走，萨瓦都通通接受。那个监狱非常可怕，里面关的都是杀人犯，吃饭不准用餐具，要用手抓，因为怕那个餐具变成武器。然后呢，所有的那个狱卒管理人员军人警察，通常戴面罩，怕那些犯人万一有一天如果出来呢报复。这什么一个监狱？但居然呢，其实去接受美国的犯人。其实川普最成功的就是他指卢比欧当那个国务卿，卢比欧是拉丁裔啊。他去巴拿马、有萨瓦多啊，什么地方都是拉丁裔的，可以靠想象的。假如你爱现不爱现？看一下相关新闻。I don't think troops will be necessary in Panama. What Panama has done is terrible financial security for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nd 70% of the signage on the Panama Canal was written in Chinese. That's not right.
It wasn't meant for China.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上任之后，出访首站就选在自家后院巴拿马，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巴拿马人的怒吼。De que no aceptamos ninguna negociación que implique enajenación. 卢比欧在巴拿马会见总统穆里诺。外媒报道，2个小时的会谈中，美方要求巴拿马必须立即缩减中国大陆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否则将采取必要措施。State Rubio is in Panama right now. China's running the Panama Canal. That was not given to China. That was given to Panama foolishly. We're going to take it back, or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is going to happen. 会谈结束之后，巴拿马便立刻宣布不再续约与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Una cosa importante, que es una decisión que adopté y se la comuniqué. El memorándum de entendimiento del año 2017 sobre la ruta de la seda d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o será renovado por mi gobierno. Eso es así. Vamos a estudiar la posibilidad de si se puede terminar antes o no. 卢比欧随后也亲身走访当前处在话题中心的巴拿马运河，从他脸上轻松的笑容，似乎也反映出他这趟巴拿马访问背后所隐含的美中角力，美方有所斩获，为他接下来另外4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访问带来好兆头。是宝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川普，应该讲川普大帝了啊，他马上开始他最喜欢的那个字啊，就是关税开始课了。结果这瞒天要价，瞒天要价之后还可以谈。那你可以注意到啊，其实我们最关心是台湾了。你看别的国家你要怎么做？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哇，就说我要保护；墨西哥也说我要保护，对不对？加拿大马上就说你扣我多少，我就扣你多少，什么项目多少都已经列出来了。我们总统是怎么讲？软趴趴的要讲什么？我刚读了哪边你在那讲啥？就讲哦，台美关系非常好啊，什么之类的。我的解读就是白话文，就是总统府对外正式宣布继续抱着美国大腿，都安那年呢，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对策。因为你台湾跟美国关系再好，没有加拿大、墨西哥跟他的关系，对啊，他们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会员成员。还有现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当初很多的台商，因为中国大陆最近情况也不好，公司也上涨，说而且是要被扣关税，所以开始跑就跑墨西哥啦，跑加拿大，还有跑东南亚的国家。越南现在呢，他也被越南要扣哦，因为他就列出说10大进口国最多赚美国最多钱的那10个国家里面，亚洲占6个国家，越南是其中一个啊，对不对？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台商也不少去越南，所以整个来看的话，你就发现到说那我们的政府对这些怎么办？然后经济部，你看经济部的反应是什么？人家要扣你台积电100%的税率啊，结果经济部吭都不敢吭，什么话都没有讲。我不知经济部的郭智慧讲什么伟大的东西没有，他讲的话跟总统府一样。哎呀，台美关系非常好啊，我们想办法等等。不要忘了，川普不满意，说现在台积电的这个比较中高阶的，就是那个精度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半导体去美国，他要你2奈米的啊。他那个董事会都要在Arizona 开了，对，董事会的移到那边去开了，就等于说台积电快要变美积电。这时候的，我就想到说，过去不断讲啊，我们的半导体科技不能够随便流出去，特别是中国大陆，这是我们的机密保护，这个东西技术要保护，不能够出口。现在川普大帝一声令下，会不会去？我都认为，可能在任内就会跟他签了，说我们2奈米的也要去美国，而且不是只有1座、2座，哎呀，好几座都要去。哎，对，因为我们赚他不少钱。不过我们驻美那个代表讲的还不错了，他说哦，你这个半导体哦，台积电如果赚0.1块多，美国赚0.3跟0.4块呢。他就说我们是帮你等于是生产链的一环，我们赚一点的钱，你赚很多。但川普考虑可能不是只有钱，还有政治的问题的哈。他们考虑到这个面比较广啊。不过这至少提出一个数据，让喜欢这个算钱的川普看看说，你其实在台湾身上对你是有利的嘛。要这种去说服他，也许有一点点的效果也说不定了。我们休息再回来。
好，那么赖清德开工啊，贺年了啊，然后呢，这个到台商的场合去了。那刚好呢，有一个这个厦门的，好像台商的副会长哈，姓叶哈，就大喊啊，做喇叭状，说当家不闹事，不要再搞罢免了啦啊。那另外呢，这个今天就被起底哦，就说呢，这个叶永松是“一带一路”委员会的主委啊，大陆的了哈。然后呢，罗文嘉就说这样做耐人寻味哈。我在想说，台商至少哈，选举叫他回来投票，罢免搞不好又要回来投票了。他今年回来几次啊？他烦死了哦！很多台商很热心，他又回来啊，买机票怎么要回来？对吧？你们这候选人当然很烦了，这个4年选2次，哦，台上也很烦，哦，因为当然你现在可以讲他说是哦，是不是老公来统战？但他讲完以后，很多台商当场不敢讲话，就跟他拍肩膀，跟他致意，表示人同此心嘛。你自己想想看嘛，哦，那民进党委员就说了，这是中国豢养的乖乖牌，哦，因为他有时候当家不闹事嘛，哈、哦。那另外呢，这个上海台办要来台湾参加灯节哈，就被禁止了2次哈。说呢，这个因为他们阻止台商回台湾，上海台商最多，上海台商呢现在参加这个民进党政府办的这个什么各种会议呢，人最少。上海那么多台商为什么不回来？一定是国台办这个上海台办呢去阻挡他啊，所以呢，他既然阻挡他们，所以我们也阻挡你啊，一报还一报啊。那另外呢？观光到底会怎样？就是小两会也要谈，小两会就是台旅会、海旅会，我们的台旅会。那小两会现在不能谈，陆委会主委就说要挥别两岸观光1.0乱象，所以呢，小两会就应该谈谈。但小两会大陆现在不谈呐、哦，那不谈怎么办呢？大陆的讲法也很简单，你事先断了这些团客的时候，你并没有开小两会啊，你是因为新冠疫情就把它断了嘛。那现在要恢复干嘛开会？就恢复就是啦。当时你把它断了，现在恢复就好了，谈什么东西？哦，他就不肯谈。当主要还是说老共的立场，你不承认9·2共识，我就不跟你谈。小两会如果能谈，海基会、海协会就能谈了。海基会、海协会为什么不能谈？大陆说你承认9·2共识我就谈。那民进党就是不肯呐、那民进党就想说，我虽然不承认9·2共识，我还是要谈呐、最好具有官方性质的这个白手套去谈呐、所以呢，现在就卡住小两会。说你大陆就算宣布上海、福建的这个团客可以来。先谈再说哦。那另外呢，但是赖清德又说，昨天又讲说，两岸应该好好对话交流，这话讲得不错，大家都知道。但问题呢，各有这个立场，各有坚持，各有前提，就谈不了嘛。我们看一下，两岸应该要交流取代围堵。对话取代对抗。致辞向对岸公开喊话，这是总统赖清德首次以总统身份出席2025年大陆台商春节活动，只是一讲完话，台商起身开枪。我们希望当家不要闹事，我们台商都不希望大罢免，然后我也希望说以免劳民伤财。春节开工不给好脸色，这名呛香的叶姓台商是厦门金邦大酒店董事长，事业版图深耕大陆。去年曾出席世卫统战部活动，且所属协会曾被国防安全研究院点名，疑似配合大陆进行对台工作，遭质疑喊话是刻意安排的。我是临时起意，我完全没有压力，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今天才反映出来。很多台商我一讲完的时候，他们都给我鼓掌。议题上似乎他选错了地方，但是基本上这也反映了台湾的民主多元。而在联欢会上，有台商就发现，怎么人数减少？以今年总报名为370人，其中大陆台商约200位。不过，2024年前总统蔡英文在圆山举办，总报名达450人，有所缩减。未来呢，各地的台办如果还是恶意阻挠我们的台商回来参加海基会的活动，都会列入未来入境台湾的一个审查的依据跟原则。政府和台商把钢紧，但两岸关系紧张也影响出席意愿。好，李理事长怎么看？到底现在小两会能不能谈成？然后到底团客能不能来啊？其实呢，这个小两会我先解释一下台湾有个台旅会，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观光署，然后呢，大陆有个海旅会就是他们的文旅部。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观光小两会。那观光小两会其实到现在为止台湾在北京、上海有派官员在那边。
台北这边有台北跟高雄呢有海旅会派官员在这边，这是到目前为止两边都还有的机制，没有断。可是呢，这两个单位要见面，真的那么难吗？其实真的很难。为什么？因为两边僵在那里。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看今天这个《中国时报》有一篇报道写的就是这两个没有接触。其实这两个没有接触的原因呢是，好，今天呢赖清德说要好好对话，然后呢观光署的署长是说呢我们都欢迎。好，可是为什么这样子会没办法通过？是因为两岸呢有非常多的事情呢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事情，说了就完蛋了。为什么？其实呢，台旅会根据这个报道台旅会在去年12月5日已经在疫后已经要率团访问大陆北京海旅会，这个是突破什么突破？两岸在就是疫情后首度台旅会组团拜访，而这个当中其实呢，双方针对台湾带队是谁当团长，来来回回已经沟通很久，中间当然是透过这些观光产业的工协会团体的理事长们呢居中穿线，两边协调，大陆也同意了，就是大陆也同意。结果这个团后来没有出发，因为赖清德跑去南太平洋出访，因为他出访之后呢，这个团当然停下来，北京那边一定会停下来。好，停下来之后，本来想说呢应该有机会，那是不是这个团居然当时停下来了？再约时间再去嘛？因为团长人选也敲定了，然后呢，团员名单也敲定了，对方也答应见面了。好，至少小两会能够在北京能够见面，至少是个突破。结果1月1日元旦，赖清德一讲话是说呢，两岸观光我们还是希望交给小两会去谈。我跟你讲，这句话讲下去之后，我心里面一听完之后就凉掉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熟忍两岸的这种事务的人的话呢，其实就知道很多事情是只能默默做，千万不能敲锣打鼓。一个敲锣打鼓，这个局就破了。所以呢，我昨天看到看到邱垂正昨天晚上那个春节谈话是说因为还是小两会怎么样开始讲，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为什么？其实邱垂正他是什么？他是内行人说外行话。为什么？因为邱垂正本身他两岸事务非常娴熟，金门出来的学者，又当过海基会，他太了解两岸的事务了。他没办法，因为他上面的组织赖总统已经拍板交给小两会，他一旦拍板之后，得没退路没退路之后呢，最后，所以我结论就是呢，目前如果是照这样子的局势走，两岸观光彩线团来都没问题，因为从去年就已经疫后呢，就有一大堆几十团的那个大陆的那个业者呢来台湾参展观展的，已经几十团来了，来都没问题，交流没有问题。可是呢，你观光要解除台湾的什么禁团令然后大陆的这个什么来台的观光团，这个如果说你坚持要小两会一定要复谈的话，当然这个会遥遥无期。可是你说台湾的政府，你说他要坚持要小两会去谈，合不合理？我想是合理的，就台湾政府的坚持是合理的。可是这个合理要牵涉到你的做法。就是你的战略是对的，我也赞成说小两会去谈这理想目标嘛，最好海基海协去谈对不对？最好是两边如果民进党愿意的话，能够跟习近平来喝奶茶我都支持可是问题是做不到嘛，做不到情况之下，就是你要怎么样折中，很多事情不要说破，做不要说。可是民进党他显然他在这一块两岸事务上面，他的算盘其实很简单。两岸的观光旅游对于整个台湾整体经济没有严重的影响。坦白讲陆客不来，台湾的观光业会倒一片吗？不会。为什么？该倒了，该走了，该转了嘛。从2000年到现在2025年了，已经几年没有这个生意了，该离开这市场就离开了。所以他来不来，会不会真的因为他不来造成多大影响？不会。他来会让市场更健康，大家生意更好做。他不来也不会有伤筋动骨，然后整个倒一片，不会。那台湾呢？出国的，台湾出国有影响吗？台湾出国今年2024创新高，大陆不能去，带团去的跑日本的、跑韩国的、跑很多的，我们的观光股那个出国的那个说华航、长荣的股价要创新高，所以呢，
出国的美商。来台的，反正呢，就是你大陆不来，我去弄别的国家来，反正就是别的国家不来，这些观光的票它也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呢，在这样整个精算底下呢，刚好它没有什么可以跟中国大陆去抗中保台的，就先把观光业的绑一绑呢，挂在前面上面用观光业去给它吐到最后，所以呢，照这种格局下去，暂时要开的几率就不高了。休息了再回来。